从杨兰兰到杨改兰啊，一字之差，天堂和地狱。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2025年8月的南半球啊，悉尼的这应该本来是平静的啊，然而啊，一声刺耳的金属撞击声呢，划破了悉尼富人区凌晨的宁静，也意外的在中国大陆的舆论场啊引爆了一场海啸。有一个叫做杨兰兰的23岁的华人女子啊，驾驶着价值1000万的劳斯莱斯啊，撞出了一连串让整个社会都目瞪口呆的谜团，折射出了我们现在这个中国以及中国相关的这些群体啊，最光怪陆离的，也是最令人不安的这种切面啊，无法想象的财富，根深蒂固的阶层鸿沟，民众的这种集体情绪，以及在这个信息迷雾中啊，被巧妙转移的公共视线。事情的发端啊，总是伴随着一种神秘的叙事啊。这个在车祸发生之后啊，那么关于杨兰兰啊，她的财富的传闻啊，可以像病毒般的扩散，它的夸张程度超过了所有人的共识。你不要说抖音啊，抖音是最多的。这个最夸张的版本啊，是他在澳洲银行拥有2700亿澳元的存款，那这个数字啊，相当于数万亿人民币，足以买下澳洲最大的几家上市公司可能啊。那紧随其后的呢，还有7000万澳元的保释金，家人呢是国内某能源巨头的高层，这一系列啊令人啧舌的这种说法。那这些传闻啊，显然有些是荒诞不经的。任何对于现代金融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啊，巨额财富绝不可能以现金存款的形式存在银行账户中，而是分散在股权、基金、信托、房地产一系列复杂的这种资金组合里边。把万亿资产兑换成现金，本身就是一种无法想象而且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么离谱的数字会被老百姓津津乐道呢？甚至深信不疑呢？这恰恰暴露了一种贫乏的想象力，对我们普通人来言啊，当财富的量级超越了日常经验的这个极限啊，具体的数字就失去意义了，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象征性的符号。2700亿不是一个财务数据啊，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啊，是普通人啊对他们那种永远也无法触及、无法理解的财富鸿沟的一种最直观、最朴素的表达。那这个背后啊，其实就是这种深深的无力感和被剥夺感。是对这个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这种愤怒的投射，人们用这种夸张的数字啊，为他自己所感受到的不公来估值，就跟我们说，那我要当了皇帝，那油条我得吃一根扔一根，我买诺基亚得买一个砸一个，对吧？所以啊，我们从最当初的这个喧嚣沉淀啊，一些更接近事实的信息啊，开始浮出水面。也拼凑出来一个虽然依旧有点神秘，但是更为具象的这个轮廓。首先是可以被证实的事实啊，杨兰兰确实拥有至少2辆劳斯莱斯，一辆是事故中被撞的那辆，价值大概150万澳元的定制版的蒂芙尼蓝背影，另一辆呢是价值大概80万澳元的白色古斯特敞篷版。他居住在呢就是悉尼东区的顶级富人区，坐拥可以俯瞰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的豪华顶层公寓。那这些资产的总和显然已然是一个天文数字，但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到万亿的级别。那最关键的线索是什么？来自中文互联网社区有知乎上的一则爆料。那这个爆料称杨兰兰她的英文名字应该是叫 Wendy 杨。他的财富其实主要是来源于中国的这个矿石贸易，就是家族根基那他扮演的角色呢，是把澳大利亚的矿山资源出售给中国的某些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那这个圈子通过控制类似于进口配额的这个稀缺资源来攫取巨额利润。那这条信息的可信度还是相对较高的，因为它解释了几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财富的来源第二个呢就是财富的量级，第三个呢就是行事低调的必要性因为这类生意往往是隐藏在幕后嘛，避免公众关注当然了，我们现在谷歌地图上做的这个位置是大概的位置，我们也不知道它具体位置，只是指出它所在的这个区域，那事故发生那条街道应该是对的
那杨兰兰到底是谁呢？啊，那么我们汇总所有的信息，我们可以尝试呢，给这位杨兰兰画一幅相对真实的肖像。他几乎不可能是白手起家的商业奇才也不可能是中了彩票的这种幸运儿他最可能的身份呢，是处于一个庞大政商利益网络中的一个特定角色，一个典型的天龙人的后代或者代理人。大家知道在澳洲沉淀着中国最广泛的这个腐败家族的后代。那这个群体的特点是什么呢？财富隐蔽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深度绑定，来源复杂而且敏感，因此必须以极其低调的方式存在。社交媒体上你查无此人，它不是性格内向，而是生存策略。第二个圈层是封闭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和普通社会完全隔离的圈子里边，他的人脉、信息和资源都在这个封闭系统中流转。再一个就是海外布局把子女和大量的资产安置在海外，他既是享受生活呢，也是在分散风险，留后路，也是一种所谓的战略安排。那杨兰兰驾驶的奥劳斯莱斯或者这是某个庞大的资产帝国冰山一角他本人可能这是帝国的一个白手套，或者一个被推到前台的享受着财富且不必了解它来源的年轻继承者，很可能是小三或者小三的后代。他的存在就验证了中国社会中那个长期存在难以言说的隐秘阶层的真实性。大家知道悉尼有很多的自媒体博主我相信他们也在关注这事儿。我觉得他们还是要谨慎行事，这些人拥有的财富足以能害死人杨兰兰事件它之所以引爆全网它的核心原因在于什么呢？它完美的迎合并印证了当下中国社会最普遍、最强烈的一种公众情绪，就是对阶层固化和财富分配不公的极度焦虑和愤怒。当一个普通大学生，为了几千万的月薪而苦苦挣扎，为了一个上车的房子背负着30年的贷款的时候一个23岁同龄人拥有你几辈子的都无法企及的这个财富，这种强烈的对比本身就具有无与伦比的这种冲击力。所以公众他愿意相信那些夸张的传闻，它背后还是有一些深层原因的。第一个就是信任的赤字。官方的媒体对社会深层矛盾呢是讳莫如深，公信力不断流失，小道消息、网络传闻就成了我们寻求真相的替代品。传闻越来越离奇，越来越与官方的叙事相悖，越容易被认为是被掩盖的真相。杨澜的故事呢，给大众就提供了一个宣泄不满情绪的这种完美靶子，对他口诛笔伐，本质上就是对他背后所代表的那个不透明、不公正的权力和资本结合体的控诉。所以在缺乏这种有效监督和透明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脑补和神话来理解那个遥远的权贵世界，把他们想象成拥有无限金钱、无所不能的天龙人。这就是一种简化的、脸谱化的认知方式，能满足大众的这种基本的心理需求。所以抖音上大家看到的视频，我抓到的充斥着这个东西所以抖音不是一无是处是吧？抖音也是有用的杨澜澜这个事件也让澳大利亚作为中国红色资本出海目的地的这个角色呢，就再次凸显。那为什么是澳洲呢？首先澳大利亚拥有稳定的这种社会环境、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宜人的生活品质，是理想的避风港。另外历史上澳洲在投资移民和房地产领域的这个资金来源审查相对宽松过去使它成为灰色资金漂白的温床，大量的豪宅呢被背景神秘的中国买家以现金一次性的付清，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华人富豪及官二代的圈子，他们在这里构建了一个新的和中国本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交和利益网络。这个网络既能给新来者带来便利，也能使得这个群体更加的内聚和封闭，进一步加深了和当地主流社会以及普通华人移民之间的这种隔阂。这就是杨澜澜他的澳洲他天堂般的故事。那么我们讲完了杨澜澜的这种奢华生活的一个缩影我就想起了
啊一个尘封已久的啊更显得悲怆的这么一个名字，杨改兰。2016年啊，在甘肃康乐县，28岁的农村母亲杨改兰用斧头啊砍死自己4个亲生子女后服毒自杀。几天后啊，她的丈夫也服毒身亡。压垮这个家庭的是极致的贫困，以及被村干部取消的低保名额。那份每月仅仅数百元的最后的救命套枣，为什么？因为要全民脱贫啊！所以杨兰兰和杨改兰啊一字之差。是天堂和地狱的距离。杨兰兰烦恼的是，那今天我开哪一辆劳斯莱斯出门呢？是吧？而杨改兰的烦恼啊，是下一顿饭它在哪儿？在杨兰兰的世界里边啊，钱是用来挥霍的数字。哎，杨改兰的世界里边啊，几百块钱的低保啊，就是一家人的生死线。杨兰兰的这个神秘是权力和资本刻意营造的这个保护色，而杨改兰的这个无名啊，被无名啊，是贫困和绝望把它彻底淹没的这么一个结局。所以这2个名字的这个并置啊，比任何数据和报告更具冲击力啊！它揭示了当代中国的核心矛盾，在一个号称全民脱贫、迈向共同富裕的这么一个国度里边啊。巨大的社会财富的鸿沟啊，已经撕裂了社会，形成了2个几乎完全无法相互理解、相互共情的平行世界。哎，科幻小说平行世界啊，杨兰兰的存在，让杨改兰的悲剧啊，就显得更加的荒诞和刺眼。所以郭文贵啊，撒了很多谎，他的很多视频呢啊都是瞎编的。但杨改兰的故事，还真的是看郭文贵的视频我才知道的。正当抖音上啊充斥着各种江油事件的这种评论和视频的时候啊，所有四川的公安、特警啊这些视频相关不相关的全部被留言封了。哎，现在杨兰兰事件啊突然的出现啊，就救了江油、绵阳和四川领导的命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江油的这个校园霸凌事件啊，受害者家属据说是聋哑人，在寻求警方帮助的时候啊受阻，绝望之下啊，这受害者母亲啊是抱着这个领导的腿呀大哭啊，引发了群众的这个同情，形成了一个群体性事件的这种态势。这种啊基层执法不公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这种民众抗议啊，是地方政府最头疼的，最希望压制的舆情。哎，正在这个时候，你看。杨兰兰的事情就横空出世了，一个集美女、豪车、巨富、权贵、悬疑所有的这些爆款元素为一体的故事，它吸引眼球的能力啊，是任何地方性社会新闻都无法比拟的。所以，所有的媒体和平台，特别是抖音，一夜之间就被我们杨兰兰吸走了。杨兰兰是谁？杨兰兰有多少钱？杨兰兰有几万亿？杨兰兰有几辆劳斯莱斯？这些所有的东西。哎，杨兰兰就以一种无心插柳的方式啊，拯救了我们江油和四川的某些领导。一场可能需要大量的资源继续控制的危机啊，就被一场更具爆炸性的网络狂欢完美的稀释了。这就是信息时代传播的这种铁律，更强的情绪刺激永远会覆盖较弱的刺激。杨兰兰的事件啊，最终会怎么收场，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确切答案。但是他和他的劳斯莱斯啊，已经在中国的舆论场啊，撞出了一个深刻而且复杂的、被精心构建的宏大叙事。哎，这下边有多少暗流涌动啊、财富不公啊，都没法言说呀。甚至可能远在悉尼、澳大利亚的这些中文 YouTuber 也遭到了当地黑社会的提醒：你不要乱说，好吧？这就是杨兰兰的故事，我们也讲了杨改兰的故事啊，一字之差呀。无法逆天改命啊！虽然杨改兰他加了一个改字，他依然最后全家走向了不归路啊！那杨兰兰她的前途怎么样呢？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